世间万物都离不开太阳，失去了太阳，一切生物就失去了生命力，人也一样。所以养阳气对健康来说至关重要。那么阳气要如何养呢？其实天地之间最大的阳气就是太阳。长期待在写字楼里的人总是感觉啧啧的，没有生气。如果能每天抽时间晒晒太阳，就会觉得整个人都精神很多，这是太阳给我们的力量。所以我们说人只有跟着太阳走，才能找到内在的力量。但是现在跟着太阳走的人非常少了。古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是跟着太阳走的，但是现代人很难做到，每天要起很早去上班，春夏秋冬都是一个点，晚上太阳早下山了，还得加班加点的工作，一天都见不到太阳的脸。古人锄禾日当午，夏天在太阳底下干活，虽然汗流浃背，但是身体阳气充足，不会得这样那样的怪病。但是现代人却坐在空调屋里吃着冰西瓜，偶尔出门也要涂防晒霜，撑遮阳伞，害怕被太阳晒到，身体里的阳气根本生发不起来。太阳是最好的养阳药，我们却利用不起来，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损失与浪费。为了养好阳气，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经常抽出时间晒晒太阳。阳光不仅养形，而且养神。养形就是养骨头，用西医的说法就是多晒太阳，可以促进骨骼中钙质的吸收。所以多晒太阳就是老年人养骨的最好方式。晒太阳的时间不要太长，半小时左右就行，什么时候的太阳感觉最舒服就什么时候去晒。晒太阳时一定不要戴帽子，让阳光可以直射头顶的百会穴，阳气才能更好地进入体内。从中医角度，阳气是推动整个人体运转的动力。阳气的活力很强，不停地运动着，推动血液、津液的生成与运行，推动脏腑组织的各种生理活动。而老年人体内的气血往往开始不够用了，就像汽车快没油了，机器的燃料即将耗尽一样。虽然凭着残余的一点点动力还可以应付日常所需，但它已经带不动你跑步了。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总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。黄帝内经有言阳气者，若天与日，失其所，则折寿而不彰。意思是阳气就好像天上的太阳一样，给大自然以光明和温暖，如果失去了它，万物便不得生存。对人而言，肾就是一身之阳，像人体内的一团火，温暖照耀着全身，使器官有足够的能量来运转。所以人只有保住肾，才能永远健康，永远充满活力。中医认为肾藏精，精生髓，髓养骨，髓决于骨骼之中，故肾精充足，才能使骨髓充盈及促进血的生化。而骨骼获得充足的骨髓营养，才能强壮坚固。所以说，肾精具有促进骨骼生长、发育、修复的作用，即肾主骨。那么养骨与养肾也必须相辅相成，脊椎和骨盆健康，才能保证造血、造髓功能良好，从而使肾得到滋养。中医指出，阳气不足、怕冷、手脚冰凉的虚寒体质者，最好进行温阳疗法，比如艾灸，从而保护阳气，补中益气，改善脏腑阳气不足的状况。有资料显示，艾灸法不仅可以补肾益精，而且能强骨固齿。具体方法就是每晚临睡时，端坐凳上，将一条点燃后，在下肢的绝骨、涌泉穴上悬灸，每穴2至3分钟，至局部红晕，再请家人帮助，施灸肾俞、大柱穴，每穴2至3分钟，至局部出现红晕即可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可以通过以下2种腰部按摩的方法，让肾气旺起来。两手掌对搓至手心热后，分别放置腰部，手掌向皮肤上下按摩腰部，至有热感为止。可早晚各进行一遍，每遍约200次，具有补肾纳气之功效。两手握拳，手臂往后用2拇指的掌关节突出部位，自然按摩腰眼，向内做环形旋转按摩，逐渐用力，以致酸胀感为好，持续按摩10分钟左右，早、中、晚各1次，能有效防治中老年人因肾亏所致的慢肌劳损、腰酸背痛等症。自古以来，历代养生学家推崇梳头这一保健方法。
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以梳头作为健身妙方，他尝试梳头百余下，散发卧，数寝至天明。唐代医家孙思邈善于养生，正因他坚持发仪常梳，荣登100余岁寿誉。清慈禧太后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是让人为她边梳发边按摩，使她到了花甲之年仍满头秀发，老而不衰。中医认为，头为一身之主宰，诸阳所会，百脉相通。发为血之余，肾之华。人体12经脉和奇经8脉都汇聚于头部，有百会、四神聪、上星、通天、眉冲、太阳、率谷、印堂、玉枕、风池、哑门、翳冥等近50个穴位。躯干四肢在头皮上的穴位分布成大字形的形态规律。梳头时按摩这些穴位，加强头皮经络系统与全身各器官部位之间的沟通，促使诸阳上升，百脉调顺，阴阳和谐，具有疏通经络、运行气血、清心醒目、开窍凝神、平肝息风的功效。诸病源候论寄生方说，治头理发，欲得过多，通流血脉，散风湿，硕益智，更翻用之。可见，经常梳理头发具有生发阳气、通畅百脉、祛病强身的作用。实行梳头养生法，宜用牛角、桃木或铁制的梳子。梳理的方法应从前额开始向后梳，梳时要紧贴头皮部位，以用力大小适中，动作缓慢柔和为宜。一般应在2分钟内大约梳100次为1回，每日早晨起床后应坚持梳2到5回，下午亦可再梳1次。当头皮有热胀、麻木的感觉时，说明已经达到预期目的。梳头5到7天后，洗头1次，坚持2到3个月即可出现明显的治疗效果，头皮瘙痒减轻，头屑减少，头发不再脱落，白发转黑，失眠症状相应改善，并有头脑清醒、耳聪目明之感。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活动都会消耗阳气，如工作、运动、思考、适应气温变化、修复创伤等。我们知道，适当的活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，散步、慢跑都属于慢运动，可以让全身的经络、气血、骨骼、肌肉动起来，有助于调节5脏6腑的功能，保持身体健康。但是过度的活动消耗就会伤阳气而影响健康。如思维活动，适当的思维活动可以有利于大脑的开发，但是如果一天24小时不停地在进行思维活动，或者思索一些妄心杂念，就会消耗你体内的阳气，得不偿失。其中，过度纵欲是最损耗人的精气的。总之，不论体力活动或脑力活动，都要把握好度，否则就会消耗你为数不多的阳气。而常练静功是控制阳气消耗最有效的方法。从古至今，人们练习的静功有很多，其功用无非是使形体和思维都安静下来，减少体力活动，排除杂念，以保护体内的阳气。我们从中选取了最著名的2种静功法，以供大家参考。首先是听息法，这种静功来源于庄子的著作，所以又名庄子听息法。所谓听息法，就是听自己呼吸之气。初下手时，只用耳根，不用意识，不是以这个念头代替那个念头，更不是专心死守鼻窍或肺窍，也不是听鼻中有什么声音，而只要自己觉得一呼一吸的下落，勿让它瞒过，就算对了。至于呼吸的快慢、粗细、深浅等，皆任其自然变化，不用意识去支配它。这样听息听到后来，神气合一，杂念全无，连呼吸也忘了，渐渐地入于睡乡，这才是神经的静养和神经衰弱恢复到健康过程中最有效的时候。这时就要乘这个机会熟睡一番，切不可勉强提起精神和睡意相抵抗，这对病和健康有损无益。睡醒之后，可以从头再做听息法，则又可安然入睡。如果是在白天睡了几次，不想再睡了，则不妨起来到外面稍事活动，或到树木多、空气新鲜的地方站着做几分钟吐纳，也可做柔软体操或打太极拳，但要适可而止，勿使身体过劳。然后回到房内或坐或卧，仍旧做听息的功夫，还可能入于熟睡的境界。
即使有时听息，一时不能入睡，只要坚持听息，就对全身和神经有益处。然后是胎息法。胎息的本意是胎儿在母腹中的呼吸，引申义是以下丹田为中心高深层次的内呼吸，它是先天呼吸，如同胎儿在母腹中的呼吸一样。胎息法是通过呼吸锻炼和意念控制来增强和蓄积体内阳气，从而达到休养心身、开发人的潜能、提升人的免疫功能、调理人的亚健康、延缓衰老目的的一种进攻法。古人认为，胎儿通过脐带而禀受母气，以供其生长发育之需。母气在胎儿体内循环弥散，从脐带出入而起到吐故纳新作用，构成了胎儿的特殊呼吸代谢方式，即为胎息，也称之为内呼吸，以与出生后口鼻之外呼吸方式相对。脐部作为胎息的枢纽，遂有命地阻窍之称。由于胎儿出生之后，脐带剪断，胎之一息，无复在手，外呼吸替代内呼吸，从而形成了虽有呼吸往来，不得与原始祖气相通的格局。胎息法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就能练成的，初学行气必须从浅开始，并且要持之以恒，才能最终练到胎息的境界。初学行气的具体方法是以鼻吸气入内，能吸多少就吸多少，然后闭气，心中默数从1到120，然后将气从口中缓缓呼出，这样鼻吸气、闭气、口呼气、鼻吸气，反复不已，并逐渐延长闭气的时间，心中默数的数目逐渐增大，最终可默数到上千，即可出现养生的效果。当然，这种行气方法的一个重要诀窍是吸气多，呼气少，呼吸时极其轻微，不能使自己听见一点呼吸的声音。有一个方法可以检验呼吸是否合乎标准，即用一根红毛放在口鼻前，吐气时红毛不动，说明呼吸轻微，合乎要求。这种呼吸方法也就是现在气功锻炼中的基本呼吸方法。这样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练习，就能逐渐达到胎息状态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刚开始练习静功时，最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排除杂念。这时候就需要你进一步坚持下来，久而久之，杂念自然会减少，心平气和，呼吸均匀，情绪稳定，自然舒适。收工后就会感觉到一种美感，好像刚刚沐浴过后一样，心情畅快，充满了活力。我们都知道乌龟的寿命是很长的，俗话说1000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在中医看来，乌龟之所以长寿和它消耗能量慢有关，而人体的阳气即是人体的能量，所以节省身体的能量，其实就是在给我们的身体补充阳气。可以说，生命不在于更快、更高、更强，而在于更慢、更长、更柔。乌龟喜静，而且行动缓慢，相应的体能消耗就少，所以它长寿。人的生命储备是有限的，人的生命就好比是一根燃烧着的蜡烛，燃烧的越旺，熄灭的越早。所以要长寿就要慢慢的释放能量，注意节能养生。它主要包括静养生、慢养生和低温养生3个方面。静养生是对生命的轻抚，静养生能够降低阳气和阴精的损耗，从而维持生命的阴阳平衡，延缓早衰，增长寿命。静养首先要先心静，因为只有心先静下来，生命才能静下来，心静下来，呼吸、心跳、血压等都能够减慢，才能够降低。我们知道心静自然凉，心静下来以后，人体的生理代谢、阳气和阴精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。慢养生是节能养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绝招。有资料记载，古代的人一呼一吸所用时间为6.4秒，但是现在的人用时为3.3秒或3.33秒，比古人快了1倍。可见，随着人类生活节奏的加快，呼吸的频率也越来越快。生命的长短与呼吸频率成反比，呼吸频率越慢，寿命越长；呼吸频率越快，寿命越短。首先，我们要做到心慢下来，呼吸心跳才能慢下来，这样才能减少阳气和阴精的损耗。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，由于社会竞争激烈，一旦慢下来就可能遭到淘汰，所以不能慢。这里建议下班以后转入慢节奏，我们可以慢慢的做家务，慢慢的洗澡，
慢慢的带孩子，跟上班的时候应该有不同的节奏，先快后慢。总的原则是有快有慢，有紧有松，有忙有闲。低温养生是生命的含藏。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，高者其气寿，下者其气夭，就是说在高山上的人寿命都比较长，因为高山上的温度比较低，这就引出了低温养生这个问题。低温养生可以降低代谢的速度，降低阳气和阴经的损耗。在冬天，室温不能过高，暖气不要开得太大，这不利于低温养生。另外，我们要多接地气，多吸阴气，多饮地下水、井水、矿泉水。同时，低温养生还要多吃水生食物，比如说水稻。越冬食物，比如冬小麦、大白菜、冬梨、苹果、冬枣等。总体来说，静养生、慢养生、低温养生互为因果关系，是生命节能的3大重要法宝，这就是节能养生。节能养生对维持生命的阴阳平衡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因为它保护阴经和阳气不被损耗。另外，生命储备是维持阴阳平衡的基础，它包括3个方面，一个是饮食，一个是睡眠，一个是房事，这3个方面是增加生命储备的3大要素，是维持身体阴阳平衡的主要环节。首先，我们看饮食养生。饮食养生就是说，首先我们要通过补和泻来维持生命的阴阳平衡。其次就是睡眠。睡眠养生是对生命的充电，通过休息以达到生命能量的储备，所以我们提倡睡子午觉。最后是房事养生。房事养生是对生命的协调，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协调人体的阴阳平衡，减缓衰老，延长寿命。所以，慢养生、静养生、低温养生是生命的节能养生，饮食养生、睡眠养生、性养生是生命的储备养生。它们互相结合，互相配合，维持人体的阴经和阳气的平衡。由此可见，维持生命的阴阳平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同时，按摩百会穴可增加人体真气。百会穴位于头部，在两耳郭尖端连线与头部前后正中线的交叉点。经常锻炼百会穴，可开发人体潜能，增加体内的真气，调节心、脑血管系统功能，并能治疗头痛、眩晕、脱肛、低血压、失眠、耳鸣、神经衰弱等症。这里有3种锻炼方法。第一，按摩法。睡前端坐，用掌指来回摩擦百会至发热为度，每次108下。摩擦百会可疏通经络，提升督脉的阳气。高血压的朋友每天坚持按摩百会穴，可以使血压稳定并降下来。对于低血压患者，刺激百会穴可以起到升提血压的作用。第二是叩击法，用掌指轻轻叩击百会穴，每次108下。百会为诸阳之会，轻轻叩击可以起到活血通络的作用。当外感风寒、出现头疼或失眠引起头部胀痛时，可用此方法缓解。最后是指压法，用拇指或食指轻轻按揉百会穴，先由轻渐重的按3到5下，然后再向左、向右各旋转揉动30到50次。如果是体质虚弱或患病的朋友，开始按揉时动作要轻一些，以后逐渐加重，按摩的次数也可随之增多。